新加坡嘅許文道就係咁樣，放棄飛行員嘅職業，接過爸爸嘅檔口，喺熟食中心賣起咗果汁。你要什麼？你這道有什麼？小鳳雞蛋、魚餅、大腸粉湯。接單、煮果、配料，作為果汁店嘅第3代繼承人，呢啲工序許文道已經爛熟於心。對於過嚟幫襯嘅街坊嚟講，一碗熱氣騰騰嘅果汁，再加一份精心滷製嘅拼盤，就係佢哋午餐補充能量嘅最佳選擇。這裡的東西都好吃啊，我覺得將亂點還是吃的也是很香。每次都是只吃這家了，這個是最好的，價錢很合理，大腸哦，它洗得很乾淨。一開始就是沒有空了，連上廁所都沒有去了，就到了等下3點多這樣的時間才會停下來。熟食中心嘅人氣一般喺午餐嗰陣就開始聚集，但係許文道嘅果汁檔就從10點半開始吸引眾多食客。參雞啊，地雞。我食豆尖加一個石白。龜仔大碗細碗。大碗。實龍崗嘅街坊至今都仍然可以每日食到傳統嘅潮汕果汁。得益於21年前，許文道從民航機師轉行為熟食中心小販。其實我父母不希望我做這一行啦，我老婆其實很不喜歡我做這份工，我2個孩子都不怎麼愛吃這個，所以我做了21年，我看他們真正坐下來吃我的東西少過10次了。父母唔支持，老婆唔中意，細路唔想食，但許文道就一意孤行，到底點解？我3點到這邊就大概5個鐘頭的準備跟煮的時間哦，盡量把油刮得乾淨一點。清洗、剃毛、去油、飛水，一連串繁瑣嘅手工步驟，都係為咗要確保肉類同內臟達到許文道高標準嘅乾淨。只要有皮的東西都要燒過一遍。我接手的時候，你懂我老爸講什麼嗎？我有病，叫我去看醫生。這個不是賺很多錢的東西，你花太多時間做這些細節，人家也不會知道多少啦。就算當年曾經俾爸爸質疑同反對，但喺過去嘅21年裏邊，許文道始終堅守住自己處理食材嘅嚴格標準。就每天大概4個鐘頭睡覺時間而已。小販嘅日常生計，瞓得少，起得早，個中辛苦，冷暖自知。有人將就度日，有人投機取巧，但許文道寧願自己辛苦，每日開檔前必須要用5個鐘頭嚟做準備工作。你所做的、所付出的，至少是人家會欣賞啊，有人欣賞就做了。全部撈起來就可以開始賣了。今天提早半個鐘頭，就只等顧客來了。自細就喺廚房嘅煙火氣中長大，許文道親眼睇住爸爸媽媽嘅辛苦，亦感受過街坊4鄰嘅善意。正係呢一份嚟自食客嘅認可同讚賞，令佢毅然放棄咗飛機師嘅職業，選擇回歸家族傳統。你看得到的地方，顧客吃的東西，只要光盤了，你就會覺得很滿意。誰知道飛機師是誰啊？可是你站在這裡，就是人家就是認得你。一代代粉絲嘅熱愛同支持，令到傳統老廣味，就算喺異國他鄉，都可以生生不息咁傳承落去，吸引住每一個尋味而嚟嘅人。喺中國有住南蕪北麥嘅飲食格局，北方嘅碳水以麵取勝，南方嘅碳水就以米為王。農曆10月，廣東大部分地區嘅晚稻迎嚟收成，重沓沓嘅稻穗香氣撲鼻。農戶趁住天氣好開鐮收稻，
來回穿梭嘅收割機喺金黃嘅稻田裏面奏響豐收交響曲。一早，朱永飛就喺自己屋企嘅10畝稻田裏邊忙緊，伴隨住咣咣嘅機器聲，金鏟殘嘅稻穀堆成咗山仔。因為經營住遠近聞名嘅簸箕炊店，大米消耗量好大。朱永飛屋企算係呢一帶嘅種植大戶，每年嘅晚稻從種植到收成，朱永飛都要自己把關。經過3、4日嘅晾曬之後，入庫存放，呢批稻穀將會係佢哋屋企未來大半年嘅收入來源。凌晨3點，先生尹慶松開始咗一日嘅勞作。3點鐘嘅準備洗米點啊？其他嘢7點鐘要上市嘅啦，唔食咁咪得啦。周六、周日食多啲啦。每日新鮮供應嘅簸箕炊，原料只係簡單嘅米同水，製作就好繁瑣，有一磨二炊三淋油嘅講法。將提前3個鐘浸好嘅25斤米磨成米漿，啱啱好係1蒸箱嘅用量。傳統簸箕炊係石磨米漿，而家多數改用電磨。不過一樣講究漿液均勻，咁樣蒸出嚟嘅簸箕炊口感先會更好。以前我哋用嗰啲大鑊，次次係32個噶嘛，而家係50個啊嘛。蒸屉熱好，尹慶松快速咁拉出一個個簸箕，淋上一浸薄薄嘅米漿，蒸熟晒後再淋一層。呢套動作每一盤都要重複5次。我哋擺多一層就要多10幾分鐘啊嘛，消耗時間、人工咋，蒸唔咁長，啲口感唔同啦，多長數就油煙。嗰啲彈性比較好啲咯，做咗廿幾年、30年啦，我係苦大人啊！天蒙光，阿女允婷都起身嚟幫手啊！雖然自細睇到大，但係做起身，爸爸依然要求嚴格。慢啲啊，冇出嘅，踩入邊啲鹽字啲喎，好多脆嘅喎。哦。放喺浸邊咧，一少少少。好啊。因為以前用唔翻㗎。唉，我做嘢，而家用我做鬼女，最討厭。依家學翻嚟啦。細個時候蒸冇識蒸，就會蒸到會爆皮爆裂。在我媽嘅面前係可以閃過奸嘅，但係在我爸嘅面前仲差少少水平。係，勉強咧，可以講啦。層層蒸透嘅米漿將簸箕搭滿，蒸透之後馬上要出鑊放涼，先至可以保持柔軟又彈牙嘅口感。喺粵西地區，傳統米製小食被稱為筇，因為採用竹篾編製嘅簸箕為盛具，簸箕炊喺當地亦叫蓋筇。簸箕損耗好快。而家有啲鋪頭已經用不鏽鋼盤嚟替代，但依然有人鍾情於用簸箕製作嘅老味道。食嗰陣切成細塊菱形，撒芝麻香油上去，而秘製嘅蒜頭水係點睛之筆。啱啱整出嚟嘅簸箕炊入口層層搭搭，細膩軟滑又彈牙。鍾意食辣嘅，仲可以加埋自製嘅辣椒醬，令簸箕炊喺口裏面上演風味3重奏。朝早7點，第一批整好嘅簸箕炊準時到店。好，我女來，就嗰周每次來都係買個鳥糊，有一個對佢哋食。
做農時候就吹俾我老豆賣，到我一結婚回去咁嘅，我老公同埋我啲仔女就吹俾我賣。你幾多㗎靚仔？一個嘛。朱永飛屋企嘅簸箕吹，從父輩擔擔走街串巷，到而家有咗固定店鋪，經歷50幾年，都收穫咗一班從細食到大嘅食客。同其他嘅冇用，或者比較滑口、比較爽係得，比較好嘅。我外公之前同我媽講，你堅持做好呢樣嗰一日嘅話，你以後都會做得好好。我媽真係做到嘅。食客嘅肯定，亦令允婷今年決定留喺屋企幫手。我要似我媽嗰個樣子，媽媽堅持做一樣事，就以後佢哋又會嚟揾我。允婷，我回嚟揾你食一日咧。除咗簸箕吹，本地人鍾情於各種類型嘅核。而家允婷已經成為屋企裏邊做核嘅好手。壽桃核係用糯米粉製作嘅另一種小食。一般過年就會做喜事啊，都會有呢個鴨。南方會以呢個壽桃鴨放燈裏面去做一個聘禮嘅。加入花生油油製嘅粉團，軟糯雪白，將剝皮綠豆、椰絲、花生、芝麻等餡料包入去，印埋模具，皮薄餡靚。蒸熟咗嘅壽桃核，外皮軟糯香甜，黏性十足，綠豆綿軟，花生香脆，口感豐富，回味無窮。農忙時節，各種核係粵西人一日消耗落嚟嘅最強補給，為質樸無華嘅稻米粗糧增添豐饒嘅滋味，係喺食物中寄託嘅生活期許，將平淡變得美好，只需要精耕細作。肉同碳水天生絕配，佢哋搭配起身嘅飽腹感同幸福感相得益彰，呢個係口腹同心靈嘅雙重滿足。柳州憑借一碗螺螄粉聞名天下，呢度除咗螺螄粉，仲有豬肉乾、五彩粉餃、糯米飯、水油堆、孜然小魚乾，美食縱橫，可以從早食到晚都唔重複。不過，想要食到從螺螄粉演變出嚟嘅另一種美食，咁就要等到夜市開檔。晚黑9點，柳州人嘅夜生活撳低啟動掣。Hello， 歡迎新進直播間的朋友們，你們看到的就是我們在柳州風情港夜市賣螺絲鴨腳包。如果你們沒有吃過，係呢個4平方米夜攤嘅話事人。朋友啊，在下面。好的，記得點關注啊，朋友們。老公，等下一個炒鴨腳打包的，一個炒田螺和炒螺螄粉都打包，聽到嗎？好，記得。黃哥既係老細，更加係後廚核心。至於呢一位忙碌中又有啲得閒嘅大叔，就同呢個檔口嘅名號密切相關。哦，就加啲紅油，更加好看啲。多放2顆了嘛，更加吃得舒服啲，唔要咁小氣。到了，我認得早點，你回客。你的螺絲鴨腳包上餐啦！好，謝謝。螺絲鴨腳煲睇上去其貌不揚，但食一啖成頭汗，越食越想食，已經唔覺正值盛夏，亦都唔會留意原來一口氣已經食到咗凌晨。螺絲鴨腳煲嘅源頭嚟自螺螄粉，喺以前大家食螺螄粉總係中意搭配各種小食。久而久之，螺絲鴨腳煲就應運而生。以前在80幾年的時候，在那個大碼頭，剛開始是賣一碗一碗的螺絲開始的，趕集，然後肚子餓了也會燙一些粉吃，所以演變出了一道美食是螺螄粉。
然後再到現在對口味的要求越來越豐富，然後我們又用螺絲湯來把裡面放入豆腐泡啊、鵪鶉蛋啊、芋頭這些食材，就成了現在你們看到的這個螺絲鴨腳包。這個湯底的味道始終會有一點跟廣東不一樣，我覺得這個會比較濃郁一點。柳州螺螄粉它更多的是這個螺絲的香。柳州山多水豐，盛產螺絲。螺絲係本地人對石螺同田螺嘅統稱。俗語講：3月螺絲滿肚仔，7月螺絲任你砌。去柳江邊捉螺，亦成為咗柳州人獨有嘅童年樂趣。哇！有螺，有螺，有螺！啊，誰抓得多？啊！螺絲跑了！好，開摸。摸到，放進來，真棒！我要摸到1顆。1顆啊？還有，你摸起來。哎呦，你抓了這麼多啊！一抓一抓的。哎呦，好的好的。這邊都給你撿完了。這是什麼螺？你知道嗎？這是石螺。哦，對啦。我們做螺絲鴨腳包，螺絲粉就是用的這個螺。湯底提鮮嘅秘訣，當然係要有石螺。像這個螺絲已經脫殼的情況下，就代表它已經熟透了，我們就可以準備炒了。蒜粒、乾辣椒、酸筍、生薑爆香。洗乾淨泥沙嘅主角石螺，呢個時候先至身光頸靚咁登場。加點醬油和蠔油，鮮上加鮮。靚嘅螺絲粉湯底唔會刻意追求味重，而係講究鮮。湯要鮮，梗係少唔到豬骨、雞肉啦。但關鍵在於唔起眼嘅石螺仔。加入我們的螺絲熬湯。即將起鍋之際，旺哥手急眼快，將之前煉好嘅紅油倒入去，誘人嘅香辣即刻被逼晒出嚟。螺絲湯再淋入我們爆好的紅油，鮮香美味的螺絲鴨腳包的湯就好了。它的螺絲鴨腳包非常的入味，聞起來臭，也要吃起來好香。臭定唔臭，關鍵就睇酸筍。酸筍要用本地麻竹筍嘅下筍嚟到醃製，柳州人叫佢大頭甜筍。每年6到10月係採摘期，羅君華開始採收自己種植嘅竹筍，今日要收400斤。一般而言，我們從山上竹林裡面收下來，到去殼不要超過2個小時，到下缸醃製不要超過3個小時。醃製過程好簡單，去殼、收筍頭、洗乾淨成個葉，唔使切絲。醃製一定要用本地嘅山泉水，然後加入母水，亦就係2年以上嘅老酸水。醃夠3個月就可以開壇落鍋。洛洛，有來看你了嗎？過來了。我在你那邊山上呢。今年第一批醃製好嘅酸筍已經可以出缸。吳紅每年都會準時過嚟試第一啖先。可以保持皮酸性，好醇香，好黃爽的。這個月呢，最少4個月，我跟你講，好火沉澱的。吳紅採購食材，廚房嘅壓力就靠旺哥一個人嚟承擔。佢要自己一個準備今晚開檔嘅所有配菜。柳州螺絲鴨腳煲嘅鴨腳都係先炸後滷，各家有各家嘅味道。彪哥嘅標準係酥軟易離骨，要做到老年人都可以咬得喐。將炸好嘅鴨腳倒入去，清水浸過，再加秘製老料，文火慢煮2個鐘。滷鴨腳的時候加一丟丟雞粉就很鮮，再放點老抽來調色。事先爆製好的那個紅油，我們來蒸香。2個鐘後，
軟糯鮮香嘅虎皮鴨腳終於出爐。一隻完美嘅鴨腳，必須要從鴨掌尖到鴨掌心都吸飽腦汁，骨頭都可以咳咳聲食晒。喺廚房忙咗5個鐘頭，最後一鑊芋頭已經炸好。廣西嘅荔浦芋頭香甜軟糯，係豐富鴨腳煲口感嘅重要拍檔之一。所有配料準備好晒，旺哥將食材拉去檔口同吳紅會合。喺屋企係夫妻，喺檔口係戰友，2個人一齊開檔，準備迎接新一輪嘅吃貨大軍。有燈一下不？1份不辣，1份微辣。還沒好，稍等一下再煮了。你要微辣中辣不啊？旺哥係江西人，同吳紅喺廣州相識，從大城市嘅銷售轉行返柳州學做鴨腳煲，對2個外行嚟講挑戰唔細。我爸爸剛好身體不好，就問我要不要回來這邊做螺絲鴨腳包。螺螄粉還沒火爆的時候，我們1天營業額最低80元。生意隨住2夫婦業務嘅熟練越嚟越好。旺哥每日喺廚房同檔口之間要忙成18個鐘頭。佢冇咩生意秘訣，只有堅持2個字，堅持做好每一煲鴨腳。有回頭客先至係每一個大廚嘅最大榮耀。有一個南寧那邊的小帥哥，一個人來這邊旅遊，路過這裡吃了我們1碗螺絲鴨腳包之後來，他就覺得特別好吃，玩了6天就來吃了6天。同無數餐飲人一樣，2夫婦全年無休，起早貪黑，捱更抵夜。每到夜幕降臨，攤檔擺開，招牌着燈，方寸之地就係佢哋必須奔赴嘅戰場。作為柳州嘅一大特色，螺絲鴨腳煲演變成火鍋嘅形式出場，湯底麻、辣、酸、鮮4味交織，主料螺絲鴨腳2者交融，3、5知己聚埋一齊，食嘅唔單止係熱辣滾燙嘅火鍋，更係收埋喺火鍋裏面嘅青春記憶。嶺南地區常年氣候濕熱，廣府人講究藥食同源，以藥入湯。唔同時節有唔同嘅燉湯選擇。三伏天係全年最濕熱嘅季節，當季嘅消暑利器要登場。而家冬瓜盅咧就係夏季嘅時候咧，就最多人飲噶啦。用冬瓜做湯煲，性寒嘅水鴨做主料，加埋同樣有降火功效嘅薏米、慈實、淡菜等配料，倒老火骨頭湯燉1個半鐘頭，水鴨冬瓜盅就搞掂。1碗落肚，解暑驅濕，老少咸宜。6月正值三水黑皮冬瓜收成季節。三水嘅黑皮冬瓜皮厚肉白，外皮墨綠色似翡翠，輕易就可以生到10公斤以上，而且瓜形勻稱，特別啱做火鍋容器。超叔，恒哥嚟攞瓜，我又嚟睇瓜啦。哦，哇，今年啲瓜好靚喎。早喺採收之前，呢一畝黑皮冬瓜就已經俾劉廣恒預訂。揾到啦！哇，啱晒啱晒。今日佢係嚟驗收嘅。長1米啦，重嚟30斤啦，直徑咧係20 cm 到嘅瓜，就可以冇損耗咁樣可以做到2個鐘啦。好，就我呢標準收啦，師傅。好。劉廣恒對冬瓜要求高，佢會先包咗一片田地嘅冬瓜，等瓜農按照自己嘅標準去種。呢種合作模式已經維持咗好多年。劉廣恒係佛山本地人，
作為餐飲小白，08年試水藥材湯底火鍋店就係想去廚師化，但係因為食材冇特色，為咗慳成本，位置又偏，新開業就面臨持續蝕本。特別夏天咁大個場地，甚至只係得2-3圍客。劉廣恒成個暑假都喺度愁緊，最後乾脆放手一搏，喺順德開咗第一家以冬瓜盅為鍋底嘅火鍋店，一開就係17年。揀30斤重、瓜身不直嘅黑皮冬瓜，一開為2，底部削平，邊緣改刀。就係第一裝飾啦，第二嘅話就係加熱嘅時候有地方可以去水咯。鐵鍋預熱之後，將冬瓜放入去，呢個時候冬瓜緊緊咁吸住鍋底，冬瓜盅內外閉環，形成鍋盅盅。而家我哋用嘅係八寶湯底啦，落完啲料之後，大概煲5分鐘就可以上台落雞噶啦。冬瓜本身肉味清淡，想勾出瓜嘅清甜味，一係要用鮮味逼人嘅海鮮，一係就要搭配香氣適中嘅禽類，土雞、水鴨都係最佳拍檔。因為我哋要藉住唔同嘅季節去推出唔同嗰個湯品出嚟，基本4樣湯品都可以配搭到唔同嘅湯料嘅。冬瓜盅就係一個舞台，可以等各式各樣嘅時令食材喺呢度大放異彩。鱷魚就係其中一個。係啊，好大條啊！魚姐，啲鱷魚好生猛喎。試下餵魚啊！係啊，嚟試下。你真係有眼光啊，老細！我哋咧就係用葉酸嚟餵啲鱷魚，令到啲鱷魚嘅肉質會提升。葉酸你由大肚婆先食嘅。我3斤食到呢個葉酸咧。老廣信奉鱷魚肉可以滋陰化痰止咳，所以好追捧新鮮鱷魚肉。佢個分佈啊均勻，肉質細膩，同埋咧嗰啲腥味、臊味全部去晒。哦，咁我哋人食落去就更加之健康啦。哦，等陣我哋試一試就知道啦。外邊嗰啲完全唔同嘅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於是人工養殖嘅暹羅鱷、尼羅鱷、灣鱷全部上晒餐台。嗱，今日整煲靚嘢你試下嚇，4年以上嘅鱷魚嚇，等下試一試個口感你知啊，好靚噶嚇。完全冇腥味，口感好爽，好爽脆，好甜，湯好甜啊！係啊，唉，唔好講咁多嘢，今日我即刻帶3條走，第日嘅話我有咩落單嘅時候即刻俾電話你。好好好。啊，我而家都食到停唔到口啊！食到乾晒啊！好。原材料嘅選擇都係就近原則，就係為咗一口鮮。冬瓜盅嚟啦！先食咗魚生開胃，再飲呢個冬瓜湯暖翻個胃，跟住咧就食我哋嘅煎墨魚餅啊，同埋嗰個煎粽，咁樣咧就可以熱氣同埋嗰個涼咧就可以中和翻啦。食得咯！冷盤魚生同熱辣鮮湯嘅火星撞地球，香口小食同清甜冬瓜嘅口感對比，冰與火，熱與涼。呢個係劉廣恒自創嘅冰火兩重天食法。冬瓜消暑啊嘛！我哋由細到大都係飲湯啦，同冬瓜夾埋一齊咪幾好咯。從一開始冇人睇好嘅冬瓜盅火鍋店，到而家總店屹立不倒，仲開咗2間分店。劉廣恒冇鬆懈到，經常去餐廳後廚度把關。個牛雜咧，個牛膀啊、牛肺啊、牛腸啊，都每樣都有啲。劉廣恒相信，只要食材新鮮、製作用心，一定留得住客。夏季反而係火鍋嘅旺季。你好，係咪想加啲嘢？你加啲嘢。啊，好，我幫你加。炒飯，加個炒飯係嘛？老公坐鎮後廚，樓面就係老婆李碧玉嘅主場。寫咗個螺係咪嗰啲田螺一份啊？係啊，炒螺嚟㗎，陳少奶。每日2個飯市轉到陀陀令。
住廚房咯喎，我要過去其他店咯喎。好，收到。嚟，湯煲好啦，開飯啦！有湯飲，遞啲碗過嚟，喝湯先。忙完週末高峰期，兩公婆終於有時間可以坐落嚟陪屋企人食餐飯。今日跳舞跳成點啊？仲可以。聽下小朋友嘅童言智語，檢查下佢哋嘅功課。一對仔女就係兩公婆拼搏嘅動力。62歲嘅黃海榮養咗300幾隻海南黑山羊，係揭陽衛來縣小有名氣嘅羊倌，人稱海南。少一點鹽巴。鹽含氯同鈉，可以維持酸鹼平衡，係山羊生長必不可少嘅微量元素。黃海榮按需嚟投餵。增強它的體力嘛，它這個羊肯定要吃鹽的，不吃鹽不行的。補充完鹽分嘅黑山羊會有更多時間去跑山，咁樣先可以保證運動量，令肉質實淨。下午1點，羊群準時放風，一入山就已經四散開去。都對啲湖啊，隻腳對翹。兩公婆要分開行動，精神高度集中，隨時保持警惕。那個，都別個後邊呢？好。我問他那邊有沒有羊，他說沒有，羊傳不到這邊來了。肯定要一個人在前面，一個人在後面，不要給他吃人家的農作物。除咗擔心啲羊搞破壞，仲要小心羊群喺山裏面嘅天敵。要看那個羊，不要給那個蛇啊、什麼野獸吃啊。羊都給它吃了多少頭了？很大的那個蛇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放大給你看，這個是羊的肚皮，蛇，看見嗎？很快的，幾分鐘不發現，那個羊都沒了。東山羊中意食野草同灌木，高處嘅樹葉更加係美味嘅加餐。佢哋嘅體型同廣東本土黑山羊差唔多，體重喺20到30公斤。立耳、倒八字角係海南東山羊嘅標準外貌。被叫海南呢一個花名，唔單止係因為黃海榮養嘅係海南黑山羊，仲因為佢係廣東喺海南插隊之稱嘅後代。30年前就在海南，30年後是在未來。本來這裡都沒有人養這個羊的，100%就吃那個樹葉的，出生到賣起碼要2年多，肉才30多斤左右。不過它的肉的味道就好。海南東山羊肉嫩脂香，帶有淡淡嘅鮮甜味，同追捧鮮字嘅老廣一拍即合。10幾種香料藥材配出嚟嘅清補涼湯底，打上老廣嘅標籤。南派火鍋嘅精髓，仲在於對蘸料嘅極致追求。為咗調味，可以用近20種材料。花生油內先放肥豬肉增添脂香，加蔬菜慢熬，去渣之後，將黃豆醬同腐乳主打嘅混合醬料不停攪拌，煲到油同醬料充分融合，再加腰果、蒜酥打成嘅粉料，增加馥郁嘅堅果香氣，最後再嚟啲秘製嘅芝麻油提香，耗時費力嘅蘸料先至叫做完成。美味嘅羊肉凝聚住養羊人嘅辛勞。喺羊場裏面，黃海榮兩公婆又開始忙啦。講一口流利揭陽話嘅周慧球，其實係海南人，同黃海榮喺國營農場裏邊相知相識，結婚之後跟住老公返到惠來，但適應嘅過程比想象中要艱辛得多。以前要來的時候，人家說不用上去啦，
反正上去不了1-2個月又要回來的，我說不可能，沒想到來的時候真的，哎呀，很差，不跟我們海南農場那樣，很不習慣的。想過好日子，唯有靠自己。周慧球去過工廠，跑過工地，亦同老公一齊開過客運車。直到10年前，兩個人諗到海南老家經常見到嘅黑山羊，之後山上嘅呢一組簡易棚屋就成為咗紮根穩定落嚟嘅屋企。他就很勤勞，嘴巴就太厲害，清正清得都就你知道嘛？這條拖過要不要？啊。這羊也過來抓呢，我們的羊種好嘛，他看到我的抵抗力好嘛，那海陸豐也有過來，他說你們的羊好養。好食嘅山羊一直都供不應求，越嚟越多本地農戶上門求教。小蛋啊，小蛋如果要不要就買小蛋啊？哎呀，你規定給個小蛋。壓先，而且好教哦。就走出格。即係，幫一卡水。羊羔仔大概2個月出角，3個月斷奶食草之後，就可以離開母羊獨立生活。老細真係定定要回家，唔係淨係幫手家醫俾老主家咩做工嘅嗬。好，這樣就好，我哋就曬沙下。辛苦30年，靠住養羊，兩公婆終於喺呢一片山腳下邊有咗一套自己嘅新屋。新屋雖然好，但阿姐知道羊場先至係阿妹長期留喺度嘅大本營。睇住操勞嘅細妹，姐姐忍唔住喺度吟沉。我個料數能多好可能就無種多都緊靠啦嗱。但係話女隻噃，面上冇料料你得喎，隻好好啲嘅。啲唔啲開玩笑嘅咯，阿志啊，離家30年，各有各嘅生活，兩姊妹聚少離多，難得嘅埋怨同埋叮囑都係飽含住情誼嘅。安居係件大事，親友歡聚暖房。這是我的老婆的姐姐。我是老大，她是老二，變化很大，很開心，很高興。這樣子看到她的時候，這麼有一種欣慰，這樣子的咯。各位親兵啊，感謝大家能來參加，好，我們好。防止見功勞是這個的。不會辛苦，很好。就到冬至，羊肉館生意非常之好。黃海榮顧唔到親情團聚，趕住為老主顧送羊啊！本地羊肉火鍋店，就算只係做晚市同宵夜，下晝5點半就開始客似雲來。精通養生嘅老廣認為，羊肉係冬令補虛佳品，滋補防寒。嶺南嘅冬日短暫，養生時不我待。高壓煲內放沙參、玉竹、甘蔗、粟米等打底，搭埋獨家秘製嘅老料包，鋪上焯水處理嘅羊肉，加清水，淋黃酒去腥，燜煮25分鐘，等到羊肉軟爛，就可以放入砂煲嗰度，留待最後嘅料理。蔥花、金不換同白蘿蔔打底，放羊肉入去。再灑芹菜粒、紅棗，點綴啲香菜，淋湯汁，用炭火嚟慢煮，最啱寒冷嘅冬天。自家羊肉本地火鍋係海南兩公婆一定要推薦俾家姐嘅。阿姐有呢好食，食概念。那啲能夠有香火比我能夠有好食。一個小店，但是如果係經濟料數係能嚟嘅。家姐嘅來訪係冬日裏嘅一抹溫暖，令佢哋諗起咗青春時代嘅遠方。但賣羊季嘅到嚟，兩夫婦就好似緊密咬合嘅齒輪，日復一日咁轉動，唔可以停低。
手停口停，老廣堅信勤力就有回報，唯有勞作先可以令日子熱氣騰騰。老廣中意講同撈同煲，意思係喺一個煲裏邊食飯，一齊打拼。火鍋就好似生活嘅隱喻，清淡鍋底係務實嘅底色，食材豐富係生活嘅多彩。坐埋一齊，腳踏實地，火鍋就係平淡生活嘅詩同慰藉。